同学们好，我是碧兰。我们这节课呢，教大家如何创作一幅四尺对开的作品。那么创作之前呢，我们首先从构图开始。因为这个四尺对开的这个纸呢比较长，是这种的啊，是这种比较长的构图。肯定就是比较长的构图啊。那么按照构图呢，我们可以用 S 型构图比较好。那么创作之前一定要先打小草稿。那么我把整个流程的创作过程给大家讲解一下。首先我们要打小草稿，也就是说把构图先画出来。那么我们现在从第一步最简单的教大家如何去创作啊。我首先呢，把我们这个纸画出来啊。我这个纸比较长一点，4尺对开的，4尺对开的尺寸是这个方向是35公分的。那这个呢是1米36的。1米36的啊，这个方向。那么很明显，像这种我们构图呢，用 S 型比较好。那我先大体的把 S 型画出来，然后教大家如何去演变的。S 型，你可以 S 型可以从左往右，也可以从右往左。我们在创作过程中呢，这两种都可以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出枝的方向，你可以按这个 S 型，按这个 S 型都可以。但是我们一般人比较顺手一点呢，这种也可以。我们可以创作这一种啊。我们先创作这个啊，然后再演示一下这个，好不好？创作的时候我们有几个点位需要注意。一个呢是中间的这个点，就是说这个纸横向对折、纵向对折交叉的这个点就是中心点。还有4个点，还有左上、上下、左右这5个点位，避免出枝，避免画各种物体。我们尽量在这个地方呢，往上偏，往右偏，往左往右都可以。但是我们尽量花头不要画在这正中间，或者在正中间，尽量避开。一般出枝，假如说这是一条边，我们可以把这条边呢37分，正中间分是55，对吧？我们可以这个地方占3，这占7。那么纵向也是啊，你可以这个点位往上挪，这边是3，这边是7。假如说我这个出枝，我肯定不是在正中间出，我肯定往上一点，那么物体也会往上一点。就是出枝的方向或者是垂直的地方，就不要从正中间出。比如说我要画这种，我不要在这里出，我也不要在这个5的这个地方出。出枝这4个点位避开。我们可以在它上面一点，可以在它下面一点，也可以在它上面，也可以在它下面。我们可以再往左边来一点，或者往右边来一点，就是这4个圆圈的地方，避免出枝，避免画花头。我们可以往上、往下、往左、往右都可以，就是不能在这几个点。为什么不能呢？因为这几个点呢，画上去会，第一个是有点呆板，第二个是不能节省我们画面的空间。比如说我要在这个地方画花头，那我的不上不下，它就造成了这个画面平等均匀，上下平等，这样画面就造成这个
等，边长是等，上下部分是相等，会显得有点呆板，不太好看。所以这几个地方呢，大家需要注意一下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按照我们前面几节课讲的这个 S 型的构图原理，我们在这上面画一个 S 型。假如你是零基础，什么也不会，我告诉大家一个方法，先画出来，先把这个 S 画出来。那我要把这个 S， 抽象的是 S 型构图，那我如何把它变成我们绘画当中认可的 S 型呢？或者是比较好看的 S 型呢？好，我把这个图把这个尺寸，把我们这张纸平移下来，这个就是4尺对开的一张纸。那我们构图，我们可以在上面先观察一下啊，观察一下。那这个地方不能，我大概可能在这个地方画一个花头，从这个圆这个地方画一个，或者这个地方画一个。但是要记住，你可以偏一点，就是不能花心和花心的距离相等，而且是串联的，这样要避免。然后我想在这里画一个花头，这个呢往上走，这个往下垂，就是我们始终我们布局这个物体，不管是叶子、枝干、花头，我们沿着我们这个 S 形体，沿着这个线来，在这个 S 的主要线上去布局我们的物体。好，基本上它的出枝呢，可能就在这里，然后往这走，往下走。下面呢，我们可以画花头，画一点花头。你看花头这是55，我们如果画花头，我们就可以过来，可以往这边来一点，然后花心在这个地方，是不是这边距离就是7，这边是3？我们只需要注意一下哈。然后这边你想再画一个花头，或者这下面再想画一个也可以，但是会有什么问题？我上面已经安排了1、2、3，但我下面就不要安排3个，我下面安排1个或者2个都行，不要3个啊。就是多和少，就是多和少要形成对比。那么这个枝往上走，这个枝往这儿走，那这个枝往下走，往下走，我们先可以连接主要的大花头，再连次要的。哎，那这样呢就是一个 S 型构图。那好，我们现在呢，这个是粗项哈，在构图之前自己布局一下，因为没有任何人一来就什么都清楚了。我们也是在先画个草图，然后呢，我们再把它罗列一下，再把它往下移下来，尽量画清楚一点。好，这边呢，我们这个下面一个花头，那么2个花头呢，一定要有大有小，这个大，这个就小，花头也要形成对比。然后我们这里可以再来一个花苞，来一个花苞要记住，不要串联。什么叫串联？比如说这个花心和这个花苞的花心串起来了，像我们吃的羊肉串，是不是一根棍子穿着肉？那我们画牡丹的时候避开这种，我们可以把花头往这边挪，把这个小花苞可以往这边挪，这个花苞你还可以往上再挪一点，都可以。这就是3个啊，这个不要就行了。那么我的出枝呢，这个是中轴线的中间，避开从这里，那我就可以从这里出，哎，从这里出枝，从这里出枝，再来一个枝往下走，然后我下面有个花头，好，下面有一个大的，比如说我这里有个大的，我这个地方再来个小的，好，我们这个枝往这边走，
然后这边加一点叶子，加一点叶子，这个画一点叶子，画一点叶子，画一点叶子。那么这个是大，这个小。那么这朵花整体上可能会比这个大，但是我们画的实际中再做调整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 S 型啊，是不是就是一个 S 型？就是一个 S 型。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要的。那么构这个图的时候，我们要分清楚啊，上半部分呢大多，那么下面呢，下面的物体会小或者少一点，花头小一点，物体画少一点。那么这就是一个 S 型构图。那么每次画作品之前，我们先要进行布局。这个布局我们要考虑到花头到底是你要主要的地方画几个，多和少要形成对比。然后构图的中心避开5个点，然后呢，注意你的构图方式5种当中的哪一个，我们这个是 S 型。如果这一块的构图规则大家忘记了，一定要记得回去看。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画作品之前，画创作之前要做的一个准备工作，要打草稿。所以这一步呢，宁可慢一点，也要把它做到位。这个是保证我们后面这个创作呢能够顺利进行的一个必要的、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啊。我们画牡丹，我们画作品、画创作都需要构图。不仅这个构图不仅是适用于画牡丹、画山水、花鸟、写意这种蔬菜呀、瓜果呀。那么牡丹我们是这一支下来的，如果画其他的东西，我们都可以把这些拆解。那以后呢，我们可以慢慢的给大家讲解。那么这个构图部分呢，就讲到这里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紧接着我们开始调色，画这个花头。这个我就先挪开了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纸啊，我们要用这个纸画一个花头，画五个花头。那么画之前呢，看一下这个纸的正和反，光滑的一面是正的，手上摸一下，看看粗糙与否。摸起来那面光滑的，没有摩擦的这种感觉，它就是正面，就是我们画画要画的那一面。如果摸上去好粗糙呀，摸着这个手有摩擦的感觉，那这个纸就是粗糙的一面，不适合画画。所以这一步我们要注意一点啊。这个就是4尺对开的，就是一张4尺的纸啊，从纵向切2半裁开。那么这个每一个条呢，每一个条幅就是一个4尺对开的啊。好，这就是我们的纸，我们把它铺好了。那我们现在要构图哈。我们碰到这一种呢，你不知道中轴线在哪个地方，我们可以把纸回折一下就可以啊。然后你就找到，哎，你的中轴线在哪儿？确定中轴线，然后再确定你的花头。所以我这个中轴线在这个纸的下方，那我可以花头就可以在这个地方画了，因为我要往上一点，3/7分画
画花头，往上挪一点，花头在这个地方画，这个地方画花头。好，在这个地方画一个花头。我们可以先用手在我们的纸上呢画个圆圈儿，哎，确定我们花头的位置，还有我们花头的大小。这是一个两个，上面再来一个。我们可以稍微有点动感，这样就可以。好，我们先画这个。我们先画这个花头，主花头啊。那么主花头，我们必须要先要调颜色啊。无论我们主花头是什么颜色，第一步呢，还是要先调白粉水。那么找一个小碟子，哎，这里面有一点清水，接着我们再挤进去一点白粉，挤多少呢？黄豆那么大一颗就够了。如果这个遇到纸薄的时候，我们都可以多调一点白粉。然后里面呢还要加一点点这个三青加多少呢？加沙子那么大一点点就够。好，我们就在边上挤一点点。好，接着我们拿一支尖毫毛笔，把它搅匀，全部搅进去。那么这个颜色呢，白里会带点青色，那么这就是作为底色。画画的时候呢，一般都需要调这个底色。那么有的同学会很奇怪，老师蘸清水可不可以？清水也可以，但是蘸清水不如蘸这个底色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蘸了底色，我们这个毛笔呀不会开叉，比较顺滑，也不炸毛。第二个作用呢，就是这个白粉水作为底色和其他颜料进行调和的时候呢，能使其他颜色呢变得更浅，可以调成渐变色。好，就这样搅一搅啊，再仔细的搅一搅，多搅一会儿，一般要1-2分钟吧。搅完了之后往下压一压，为什么要压呢？笔肚子里面需要一定的水分，这样我们画牡丹花头的时候呢，这个花瓣才不会干枯。我们一般说要刮一刮，是在这个毛笔的表面的地方刮一刮，把表面上的水分刮掉，这样我们画的时候水分就不会往下滴，但是里面的水分要保留。我们只把面上轻轻刮一点点，刮下来就可以。哎，你看里面有很多水，你看哈，我使劲儿，底下里面有很多，所以我们只把面上刮干净就可以。好，我们只刮表面。好，这样就可以。那么这一步呢是底色。那现在呢，我们要调一个颜色，调一个颜色作为这个牡丹花头的颜色。这个牡丹花头呢，你想用什么颜色都可以。比如说我想要调一点紫色，这盘子里我紫色调一点紫色，调一点三青，再调一点蒙紫，还需要调点玫瑰红。就我要画一个紫红色的花头，再调点玫瑰红在盘子上，还需要调一点牡丹红，再需要调一点牡丹红，这儿看不到了，再加一点牡丹红进来，因为我们深的地方可能需要这个颜色。我们可以一次少调一点啊，需要的时候再补充。
然后我们把这个颜色呢进行调匀啊，这就是刚才的调了底色的，调的白粉水。然后我们第一个颜色调这个三青，三青调的时候呢，从笔尖儿往外把颜料拉出来，拉出来之后呢，然后笔肚子往下蹭一蹭，蹭一蹭啊，蹭一蹭，盘子要洗干净一点啊，就这样蹭一蹭，蹭到笔的整个笔根部地方啊，蹭到根部的地方。好，继续慢慢的蹭一下，蹭到根部，是这个毛笔表面上蹭到就可以，里面不需要太多，里面也不需要，我们只调面上就可以啊，淡淡的有一层就可以。好，调成这个样子就差不多。然后呢，第二个颜色调蒙紫色，调这个蒙紫色，我们也是同样的道理，可以拉一点出来，在外头调。那么这个调的时候，可以把前面的这个三青颜色全部重合，全部把它重叠在一起，调均匀。你看这个颜色就变了，就看不到青色了。那么这个青色呢，就和这个紫色啊混合了，那这个紫色就变得更丰富一下，更丰富了啊。这个颜色调完了呢，这个颜色也是要调到笔的2/3的地方啊，三青调1/3，那么蒙紫调到2/3，那这样和青色就有一个过渡了。那么还要调一个颜色啊，还是先调均匀一下。当你这个颜色调均匀了，你在盘子里就可以看到它就是均匀的，它是呈渐变色，是这个样子。那么这个颜色蒙紫色调完了，我们可以调一些玫瑰红。那么为什么调玫瑰红？因为我们要让我们这个紫色呢偏点红，然后我们可以1/3的地方调一点牡丹玫瑰红，然后最后呢中锋笔尖调一点点这个牡丹红，这样我们的颜色就过渡了。给大家看一下啊，调成这个样子就可以啊，由深到浅。好，那我们花头的位置刚才已经画了，就在这个地方啊，花头的位置在这个地方。好，在这个地方啊，那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呢画一个花头。我们画一个呢往右偏的花头。我们先第一笔呢画定位花瓣，从上往下推笔，推出一个花瓣的造型来。那么这个花瓣呢叫定位花瓣，它决定这个花头的朝向。好，我们再来一笔，从右往左往上推啊。好，这个花瓣就变大了，此时水分也不足了，回去补充水分，笔尖朝外，笔肚下压2毫米，立刻拿起来。这个时候笔肚里面有水分了。那我们调色呢，还是按照色阶去调，首先是三青色，然后再调蒙紫色，然后再调玫瑰红。好，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呢继续画花瓣。我们现在画侧瓣。好，侧瓣开始往侧边走，还是要回去补充颜色。但这个纸呢有点薄啊，
所以我们颜色可以调厚实一点。遇到纸厚的颜料可以调薄一点。好，我们再继续画侧瓣，也是推哈，从右往左推就可以。这个瓣呢，一边推呢，一边往回走，要收啊。先呢往外盛开，使这个花头变大。变大之后呢，我们再慢慢的收笔，一点点的收。我们再继续调一点颜色，三青、蒙紫、三青、蒙紫、玫瑰红、三青、蒙紫、玫瑰红，调均匀。笔尖儿再调一点点牡丹红。我们继续画侧瓣，从左往右推，继续画侧瓣，从右往左推。好，我们要左边上面往下面包，下面的花瓣往上面包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往上包，我用侧瓣去包啊，一个侧，两个侧瓣，始终要不停的补颜色啊。三个侧瓣，中间还有个缺口，缺口我们可以继续补。补的时候要注意大小瓣要错开，这里面可以再来一个小的。好，再来一笔，再来一笔。我们继续往内部切瓣啊，切瓣的时候呢，笔尖可以加一点这个牡丹红啊，颜色让它变深一点点。我们要把花心切出来。好，颜色继续。那么封口这个地方呢，用反瓣去封，正瓣去封都可以。好，我们继续补充颜色，还是三青、蒙紫、三青蒙紫、玫瑰红。玫瑰红多调一点，因为这个纸特别薄。好，最后笔尖再调一点牡丹红。我们把这个瓣给它切出来。好，一笔、两笔。我们切正瓣啊，还是要多调一点牡丹红。笔尖稍微的再调一点。好。再来一笔，这个是正瓣啊。正瓣的颜色呢，比反瓣稍微要深一点点就可以。我们继续加正瓣，多调一点这个胭脂，调点牡丹红吧。笔尖可以再调一点胭脂，一点点就可以啊，中锋调。我们把这些瓣呢给它补充完整。那这些瓣要大一点啊，颜色当然要深一点点，笔尖还是需要一点点胭脂。如果没有胭脂呢，笔尖深不下来了。哎，这样就可以啊。然后我们再继续补其他的。好，补一下。
从下往上推哈，这个瓣你可以要推大一点。好，我们再把上面的补一补，还是同样的调色技巧。好，笔尖加一点胭脂。那遇到这个缺口大的呢，我们先切外面的大瓣，然后再回来补这个小瓣。好，我们继续啊，继续按照色阶去调。三青、蒙紫、玫瑰红、玫瑰红多调一点，一定要把颜色调均匀啊！按照色阶来，一个一个的去调。好，我们现在把这一块正斑补上。那我们可以用滚笔啊，从左往右滚。你看滚出来这个花瓣呢，哎，这就有纹理啊。里面再补一笔小的，再切一下锯齿，那么这一笔就滚出来了。紧接着我们再滚一笔，这个笔尽量放倒啊，从下往上滚。滚的时候要注意慢一点，把这个边缘线呢让它光滑一点。然后我们现在调整一下这个花型，基本上前面这包的已经挺好的，挺圆的。那么我们现在呢，再往下丰富一下，还是记住按色阶来。我们这个反瓣呢是偏紫，正瓣呢偏红。为什么偏红？因为我笔尖调了一点这个牡丹红和胭脂。好，我们可以继续补正瓣，像这下面呢可以补一圈正瓣，这个瓣要更大一点更好一些。我们可以往外走一走。好，回去补充水分。啊，这个时候就不要白粉水了，没有水直接调清水就可以。再挤点牡丹红，还是调一点胭脂笔尖上。我们从这个地方呢开始要调整花型了啊，花头的外形。该大的时候呢，这个花瓣要大起来；小的时候呢，要小起来。好，继续补充颜色，笔尖调一点点胭脂。好，那这个地方你可以切一点锯齿啊，切一点锯齿。下面，就我们可以在它后面，颜色可以加重一点，可以是它后面的，可以少2笔纹理吧。这个也可以少2笔。好，三青，这个时候笔干了加清水啊，三青、蒙紫、玫瑰红、牡丹红，调均匀一点，再调一些胭脂。我们把这个后面这个加一笔大的，好，少2笔。这后边都已经补好了，我们再补左右两边的，定位花瓣两边的，还是三青、
加点太白、三青、蒙紫、玫瑰红，我们可以加一点点这个反瓣。好，这也可以加一笔。加一笔反瓣。好，这个样子就可以。我们现在就是画正瓣，加清水啊，清水调三青、蒙紫，一定要调均匀，幅度可以大一点，左右来回的捻动笔杆子吧。再调一调玫瑰红，始终按照色阶来啊。无论我们这个花头调哪一笔，我们调反瓣的时候呢，不加牡丹红；调正瓣的时候呢，牡丹红多调比加，而且还要调一点胭脂。好，这个大瓣就可以。基本上画一笔调一笔啊，后面这个大瓣特别吃色，所以一定要多调一点。好，加胭脂。好，切一下啊，切一下这个反瓣。好，再把左边的加上，三青、蒙紫、玫瑰红、牡丹红，加胭脂。我们把下面的这个口子大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调2笔啊。把边缘的切一下，再把上面的补一补。三青、蒙紫、玫瑰红，由浅入深，笔尖调一点点牡丹红，这个时候不要胭脂了啊。我们可以画这下面的。好，再是一笔。再补一笔啊，再扫一笔。好，下面再补一笔。那么这个花头就差不多画好了。下面补一点大瓣，多调色。补充点胭脂。再补充一点胭脂。好，补充颜色。那因为这个花头是主花头啊，我们画大一点点。好，我们花头画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。我们接着把花心给切出来啊。牡丹红调这个胭脂，
的，慢慢切瓣啊，这笔是切瓣，颜色要比外面这个瓣呢颜色重。我们切的时候要沿着这个花外瓣的这个走势去切，只要我们颜色深一点，深一点啊，我们都能把它切出来。要是觉得花心留的太小了，你也可以多切一点，把外面这些瓣可以覆盖一下，然后切完了中间平涂一下就可以。让你觉得哪个瓣呢，哎，太光滑了，那你可以把它破一下。好，哎，那么这个花头呢，花心就切好了。然后我们还可以调整一下，哎，看哪个地方需要调整，还是别调，这样就可以。这已经画的很丰富了。好，这个花头画好了，我们在这个地方画个大红色啊，大红色我们就用我们的牡丹红吧，用我们的牡丹红画，牡丹红调胭脂，把牡丹红调满整个笔根部啊。我们在这画个大红色，藏在后边。调这种画这种大红色，我们就不要白粉，如果笔干呢，加点清水就好。然后笔尖再调一点胭脂，我们在这个地方画一个大红色。这个稍微往下走一走啊，这个大小就行。这个是主要的，这个是次要的，所以这个就没有必要和那个一样大啊。好，这是第一笔，这是第二笔定位花瓣。好，我们这个颜色比较红哈，往上拉一点吧。牡丹红、胭脂，牡丹红和胭脂。好，我要往这边走，往下走。因为这个花头画小一点啊，我们就不要切的太大了。调牡丹红、胭脂，我慢慢的往内包。好，这样包好了，再包一层。这空白的地方呢，我可以去切一笔。这感觉是这个瓣颜色始终要不停的补呀。好，加颜色，加牡丹红、胭脂，开始往下走。我们要开始要收啊，因为我们这个花头呢，要慢慢的收起来了。然后再画正瓣。我们把它围起来啊。继续加牡丹红。
加胭脂。好，我们一点点一点点的把后面的都补齐。好，这后面还可以切一层吧。好，再加一笔。这是切的正斑啊，正斑的颜色呢深一点。蘸完了胭脂之后，笔尖可以调一丁点墨进去。切一下，这个地方太光滑了，再补一笔，少2笔。好，这个小花瓣呢，快切好了。后面我们根据造型呢，哪些地方再加一个瓣。好，再来一笔。就是左边往右边包，右边往左边包，边上再来一点盛开的花瓣。这个就是典型的大红色啊，牡丹红。继续调一点牡丹红，再调一些胭脂，调一些墨。我们把花心给切出来，花心可以加一点墨。然后切好了，可以涂花心的地方用点墨，笔尖蘸点墨，可以这样涂一下，这样立体感更好一点。好，这个就切好了，看看啊，需要加瓣的地方呢，我们可以再给它加一点点。好，这是第二朵。第二朵啊，向下的。我们再看看还有哪一朵。我们上面再补一个花苞啊，上面会再补一个花苞。就像我们刚才的构图呢，1、2、3，这上面还有一个破了吗？上面再加一个，记住不要串心儿了啊。我们可以画一点动感的。上面花心呢，我们可以调一点别的颜色啊。我们可以在盘子里呢加一点珠标吧。我们让这个颜色偏一点色，3个不同的颜色。我们调一点珠标，我们直接把笔洗一洗，直接调珠标啊。珠标调牡丹红。我们用这个颜色画一个小花苞吧。好，调成这个样子就可以。然后笔尖呢再调牡丹红，因为这3个里面都含有红色，它就属于
在一个色系里，一个暖色系里。那这个呢，我可以往这儿偏一点。我们可以往这儿偏，往这边，往上一点吧。往上画一个小花苞。这个颜色有点太薄了，坐标需要多调一点点，多调一点坐标，然后再调玫瑰红，调牡丹红。多调一会儿。好，继续再调啊。包起来一个小花苞，笔尖可以调点胭脂。好，继续把花心稍微的切一下啊，往内可以再切一层花瓣出来。加一点胭脂。再补一个正版。继续补一个正版。我们可以继续丰富一下。我们也可以画2个小花瓣，我感觉。好，这个小花苞呢，差不多画好了，再补一笔啊，调整一下。再把花心切一下，直接用胭脂切，切大一点。好，把它切上就可以。这就可以了啊，上面一个花苞。好，根据我们的草图呢，下面还有2个，我们可以把它往上挪一挪啊。因为上面没有干呢。好，
下面有2个花苞啊，有2个花头吧，大概就在这里。下面画个什么颜色呢？红色。下面画个橙色吧，正好我们有这个橙色，我们把橙色调一调啊，加点太白进去。这个往这边弄一下。下面画一个橙色的花苞，花头吧。因为我们整张作品都是这个红色系列的。这样，这个地方吧，这个下垂似的啊，下垂似的。这我们还是先要画定位花瓣。这个不能画太大了啊，我们慢慢的往内收吧。好，要想画大，这个花头往两边走就可以啊，往两边走。往下走走。好，继续加点白粉，调珠标，再调牡丹红。我们把它切一下，切出第2层的花头。慢慢的包起来。好，包好了，把正半画出来，还是左边往右边包，右边往左边包，然后再补出其他的花瓣就可以。这个包菜型呢，这种画法是非常简单啊，家人们。好，我们现在把它的正半补上。稍微深一点点。我们可以用滚笔，笔尖调点深色，笔尖调点胭脂吧。好，再调点颜色，牡丹红再加一点。好，顺便把这些缝隙都补了。像这样深的地方，调一点牡丹红，调一点胭脂去切啊，如果颜色太浅了，切不出来。最重要的画这种花筒，最重要的就是把这个
深浅呢、明暗呢，交代清楚。像这样，我们花头就有立体感了。只做好调色就可以。像这个可以再切一笔。对，后面呢再加一笔啊。花心切出来。好。然后根据外形调整一下花型，多加点颜色啊，猪标、牡丹红，再来两个反版，调一点胭脂。继续调一点胭脂。我们现在在调整这个花型了啊，因为下面不能再多了。好，继续调猪标，调点白温水，再调猪标啊，然后调牡丹红，然后再调点胭脂。我们在后面再画一点斑，画一点正斑。这个斑画的大气一点。继续调猪标。把这个斑扫几笔啊。扫几笔纹理出来。好，把这个空白的地方补一补，加个反斑，再补两笔。后面这个斑呢，基本上就是为了调整这个花型的啊。稍微的调一下就很好了。因为它是有点下垂的角度，我们不宜画的太多。小的地方稍微再刻画一下。切一下。好，这个花头这样就可以啊。我们把花心切出来，花心调胭脂，加一点墨。我们可以给它切大一点，这就涉及到切瓣啊，切瓣的颜色一定要深一点。 切瓣的颜色一定要深一点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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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切瓣的颜
你黑的都没有关系。先把边缘的切好了，中间可以涂一下。好，然后我们还有一个花苞，这个花苞画成紫色的，白粉加点紫色，颜色还行吧。是往这个地方画，还是往这个地方，或者是往下来？这里来个小花苞，往下走。像画大蒜一样啊，先让它包起来。这有一点偏紫，又有一点偏朱标。中间的地方调一点胭脂。好，画正版啊，笔尖调一点胭脂。好，这样子可以啊。再加一层。好。加一点朱标，调一点胭脂，调一点蒙紫，再调一点胭脂。OK 了。好，把花心切一下，用胭脂去切。水不宜太大。好，切点锯齿出来。哎，这样几朵花就画好了，5朵，2个花苞，3个花头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，一起来看一下。然后我们要画叶子啊，画叶子。叶子先从老叶子开始画，然后再画嫩叶子。我们看一下叶子啊，叶子调色呢，